Hello， 大家好，我是 Mina， 又过了2周啦。那刚好这一周呢，就是康瑞台风来。我觉得这个台风真的是有一点可怕，然后那个风很大啊，就是我坐在这个窗边嘛，都觉得好像玻璃随时会破掉的感觉。想说看那个树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就是去逛一逛，发现真的是好可怕，这么粗壮的树啊，它都有办法这样子连根拔起，可见那个当时的威力真的实在太大了。然后就在这个前一天，台风的前一天呢，我人就是在这个高山农场，很幸运的就是错开了这个台风。那我就是去这个他们农场自己讲的，就是远的要命的农场——福寿山农场。这个海拔呢，就是有2100公尺到2600公尺。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它比这个武陵农场还要远。我以为就在武陵农场的旁边，就从武陵上去还要1个小时半呢。然后它会经过梨山，你会觉得你在台北市待久了，有一种声音在呼唤我，真的好想去，就是去高山去看一看。我现在就是在为这个西藏做个铺路，我到这个2600啊，我看看我会不会就是头痛啊，就是有那种高反的反应这样。因为据有人说去这个农场啊，他也就是会不舒服这样，他就会有高反。我也想去看一下，然后测试一下。更正，西藏拉萨的海拔是4200公尺，快4000了。哦，就是为了一个铺路这样，因为距拉萨好像4000多公尺这样子，然后就是那边人都会有一些高反的反应啊。我们在这个都市待久了就会觉得说觉得有一点苦闷啊，很想要找一个地方来静静这样。我的人生已经有列了100个清单，就是在这个有生之年还活着的时候，我想就是去走一走看一看，就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样子，就是去过的话就画一条线。看到这些蓝天白云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会觉得这才是人类应该住的地方，觉得那个天空真的是有多么的蓝，然后你就觉得那个花的红怎么这么的红，树叶的颜色怎么会这么的美这样子，不需要什么滤镜，你就在那个阳光下，你就这样拍照就很好看，你就真的很不想回来了。你就会想说为什么有的人有的艺术家他会住在梨山，他会住在这个山上这样子。我觉得真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考虑。也有人住花东啊，住在那个池上。这个农场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农场，它除了有高山的蔬菜，也有蜜苹果，它每个春夏秋冬它的产季都不太一样。然后我有看到一个苹果王里面大概结了40几个品种，还是60几个吧，就是更正会打在这一边。天哪，台湾的农业也太厉害了，怎么会一棵树啊，就是有办法不同的品种的梨子，还有苹果。大家猜到了吗？知道我要介绍什么了吗？那我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3个英国的艺术家，他们都是画风景的艺术家。那这3个选出来也是我自己个人也蛮喜欢的，有抽象啊、半抽象啊，你会看到很多种不同的一些技法在里面。第一位艺术家呢，他很年轻他是1986年的男生，叫 Richard。他的作品就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有看过，可能是艺博会吧。那他的作品其实蛮特别的，真的是有一种，我看过他的原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吸引我，感觉用的就是很粉彩很柔，你会觉得是比较单色调，带点粉彩，然后有朦胧感，非常有朦胧感那他这个朦胧感是哪里来？就是因为他也是很喜欢研究就是颜料嘛，媒材，所以在他的画作里面他就是运用粉彩、亚克力、油画这3个材料，然后他去做一些混合的一些搭配，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些很多不太一样的感觉。如果说一个都是油画，同样的结构如果你一个是胶彩，然后一个是亚克力，一个是油画，然后一个是水彩，你材料不一样那你会发现整个的氛围的调性完全都是不一样的。他喜欢创造一种感觉，就是比较没有边界，然后那种没有重力的感觉。他说他在创造的时候，他喜欢做出一些那种就是比较跟观众、跟藏家，就是跟看的人一种暧昧感。他的暧昧感怎么来？就是你用你的感受
去思考说，这张画给你的一些感受是什么这样子。好，所以他很喜欢去倾听，就是看画的人的一些感觉，你去创造出最后的一个共鸣跟结尾这样。我也是看到他就是也有画一些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把它当风景画这样子画，所以在他的结构里面感觉是非常的简单，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画，就是他的画作当中真的很迷人，你好像可以走进去那种宁静的这种世界一样。第二位艺术家呢是 Alice Neve， 他非常热爱他的一个家乡。他说呢，他经常就是也会把他这个白日梦啊，他有时候会很喜欢做梦嘛，有时候是真的做梦，有时候是真的可能就是一些幻想，然后他就会把这些幻想的一些颜色啊，就是虚实之间啊，他就是把它放入这个真实的这个山里面啊，然后树林里面啊这样子。那他是油画，他很喜欢画的是油画，但他自小就是在这个山林海边长大嘛，但是所以他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希望他画起来的感觉是能够赋予他这种神性神圣性，因为他觉得艺术对他来讲也是神圣的一件事情。这一片的土地上面呢，他就是找到了他生命的一种归属感，然后找到了他的灵魂的栖息所在。他觉得他的生命是属于大自然的。他很特别的是，你看他这样子一块一块的他其实是用了很多缝纫的一些技术，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就是很当代的一些手法。那他的想象力来自哪里？就是来自于他生活的一些综合运用。例如说他会缝纫嘛，他就会把这个画布剪开，然后再把两块不同的风景拼贴在一起，或是中间再加入一些白色的一些空白画布，然后上面它可能就是在刺绣一些东西，例如说刺绣一朵花啦、山啊这样子，不同的一些元素啊，它又拼贴在一起，所以在它的这个画面里面你会看到那种破碎感，那其实也是重组的一部分。那它这个重组里面呢，就是它发挥了它很多的想象力，就是风景当中又有另外一块的一些风景，他自己非常乐在其中，这样子的一个创造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也是真的蛮好的，就是他的创作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那他的画面就是到后来的时候就是会越来越抽象，那是很多的颜色就是从早期比较重，然后到后来就是比较轻盈，感觉就是比较轻快的这个感觉。这样有时候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你一直走入这个风景，一直去深耕的话，它就是会带给你很多一些思考。例如说你可能画过写实的山，那你可能画了10年或者15年之后，你可能有一些其他一些想法说其实我的山我的树我应该怎么样的表现，我的山我可能可以用拼贴的，或是不同的一些媒材去拼出来，甚至我用缝的，或者是我是用复合媒材，就是我这张的画面我可以看到很多元的东西。在创作当中呢，就是又可以发现那个实验性，重点就是那个实验性，你就会看到另外一种风景这样子。其实真的都是冲击而来的，很多的作品都是这样，就是一直不断的尝试，然后可能有更好的一个想法，然后它就会孕育而生。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蛮好的。所以在他的身上啊，其实在他身上我有看到自己的一些实验的影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第3个艺术家就是 Sammy Lynch。Sammy Lynch 呢，他的用色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因为它的颜色都感觉非常的重然后都有那种远景近景的这个感觉。那他是1995年出生的，是非常新兴的一个艺术家。他出生在英格兰，但是他现在目前住在英国的伦敦。他也是生长在这个乡村乡间，就是有山有水有海，有很多草原的一个地方。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你都会看到那种对家乡的一种怀念。那他自己个性也是很喜欢这种风景啊主题。在他很久以前，他决定就是创作以前，他就已经决定好这个主题这个方向了。其实很多人他在画画的时候，大部分的艺术家啦，他就是会比较确定，就是说他可能会比较想要画人像、肖像画，或者是说风景，然后慢慢的有很多人他是从这个写实，然后慢慢去转到抽象化的。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就是相反啊，先走抽象，然后后来画到写实的。那也有人跳来跳去。这个 Sammy 呢，他一直非常喜欢风景，看到很多就是
春夏秋冬很多不同神秘的一些光线，很多神秘的一些事物这样子，然后他自己会去探索黄昏、晚上各个季节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那你看到他的作品，你会感觉是不是用粉彩呢？感觉粉粉的呢？他的主要的媒材还是在这个油画这样子。那这3位艺术家呢，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还蛮有特色的。介绍完这3位艺术家呢，你最喜欢谁呢？也欢迎你底下留言哦。那我们下次见哦，拜拜。你知道那个台风过后很像森林公园，因为真的森林了，很夸张它是整个根都整个地都翻起来，用力去撞那个大树，那反而是车子坏，那树不。希望这些树有的能复活啦，对，不然真的是一棵树的养成也是很久的，真的是很心疼。